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从脸型看一生富贵贫贱。说到脸型，其实就是一个人面部的轮廓，比如说有的人脸宽，有的人脸长，有的人脸中间宽等等。从面相学上来说，一个人的一生命运如何是完全可以从脸型上看出来的。比如有些人少年得志，有些人是大器晚成，这都和脸型有关。根据五行划分，可以分为金、木、水、火、土5种脸型，再按照十字面相法，又可分为木、元、风、用、甲、酉、申、同、田、王10种脸型。下面小酱之老师从十字面相法的角度来为酱友们讲解一下哪种脸型的人一生富贵，哪种脸型的人注定劳碌。一、木字脸型，这类脸型比较少有，就是整个脸长长的，没有哪里是明显横生的。这一类的脸型在富贵寿丁中往往会占得一个，要么富，要么贵，要么寿，要么丁多。据小酱之多年的看相经验总结，木字型的人多是长辈，然后一辈子平稳，说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有闲情懒命的福气，就是没钱的时候有点钱，想很有钱又不像，属于一辈子起落不会太大的人。二、圆字脸型，圆脸最大的特征就是脸部肉嘟嘟的，鼻梁不高，但是鼻翼较宽。圆脸的人心态好，每天脸上都是挂着笑容，似乎没有太多的烦心事，他们很容易满足，不会要求的太多，同时对身边的人也不会过于苛刻，相处得很是融洽，自己也很享受与别人其乐融融的感觉。这样脸型的人性格温和，憨厚老实，对人真诚不贪婪，而且心肠很软，乐善好施，见不得别人受委屈，自然也会因此而得到满满的福报。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命，也没有高官厚禄，但是却能潇洒开心的生活，日子过得平稳幸福。三、甲字脸型，甲字脸最大的特征就是额头宽，颧骨宽，腮骨也宽，鼻子大，鼻梁直，但是下巴却有些尖，感觉整个脸部不是很协调。这种脸型的人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做事认真负责，又擅长把握时机，一旦有了好的机遇，定会牢牢抓住，不轻易放手，决心做到最好，并从中获利。他们虽然自尊心很强，但是为人仗义，早年运势较好，通常都可以获得较多的机会，让自己很快发展起来。甲字脸的人很好相处，人际关系不错，不会随便与人为敌，懂得察言观色，工于心计，因此身边朋友较多，适合幕僚或研究方面的工作。不过如果过于尖削而无肉，则难免晚运孤独，晚年浮浅。四、酉字脸型，酉字脸最大的特征就是脸部上面比较细，下面宽大，也就是额头有些狭窄，腮骨较大，地阔饱满，被称为是无天格有地格。酉字脸的人大多年轻时候比较辛苦，属于白手起家，祖业少，没靠山没根基，求学道路艰难，学历不高，但是本人勤奋努力，积极向上，全凭自己的本事也可以打下一片天下。他们年轻的时候很平庸，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累积，会越来越成熟，并且有成就。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数中年时期都可以发达起来，中晚年运势极好，再加上自身勤奋的努力，因此中年更容易发达，获得丰厚的财富，全靠自己改变其命运。五、申字脸型，申字脸最大的特征就是脸部中间较宽，而上下较窄，也就是前额窄，颧骨宽阔，下巴又尖小，脸部中间饱满，就是通常来说的鸭蛋脸，也是中国人非常普遍的一种脸型。申字脸的人年轻的时候过得比较艰辛，没有太大成就，而且喜欢占小便宜，眼光不够长远，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把整个自己搭了进去，而且他们欲望很强，总嫌自己赚的还不够多，有些贪婪。这样面相特征的人虽然有能力，但却没有远见，只看得见眼前的利益，而且做事3分钟热度，不能坚持，遇到一点小挫折就自动放弃，通常在事业方面做不大，即便中年时期有一点小成就，但只是一时的，不能长久。六、风字脸型，生有风字面的人主观强，任性报复心重，如其人五官端正，而你能了解其人性格，如无利益之争，亦不可怕，因其人刚直，如遇有困难向其人求助，他除非不答应，如果答应便会不惜一切去替你完成，
是可信托之人。生有风字面的人运程一生反复，如收心种善，使下庭饱满，晚景亦不差。7. 用字脸型。用字面的脸型是那种面型不正，有些歪斜，不属于正常人的那种头像的人。这种人如果是五官配合的好，则会具有仙风道骨的身形，给人以神奇和敬慕的心理情状。具有这种头像的人，做事总会给人奇妙有趣的感受，会在某一领域取得不同凡响的成就，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若是五官配合不好，眉眼杂乱，则就会伤药克子，背井离乡，成为沦落之人。8. 童子脸型。为人实干，慷慨大方，工作认真，有魄力，能不屈不挠，实行能力强，但计划力弱，主观强，处事当机立断，责任心重，善于交友，容易在朋友中建立自己的声望。幻想不多，虽有计算能力，但不善理财，又不大孤寒，夫妻关系良好。童字面要有法令明显，耳要厚，下颚要突出向上，举要大，否则为破格。如眉疏散则事业难成，下颚短则早丧。面大而鼻细，运气不佳，劳碌辛苦，婚姻不佳即恐防死于非命。9. 田字脸型。这种面型是方而厚且长，整个脸宽广整齐，额头饱满方圆，地格饱满，看起来大致呈正方形，脸和身体肌肉较结实，赘肉不太多。这种脸型的人有责任心，有原则，做事认真负责，能力出众，头脑聪明，无论是从事怎么样的职业都可以做得很好。他们尤其适合做官，而且是深得民心的好官，能事事为民着想。这种面相的人性格有些执着，甚至是固执，凡事都有自己的立场和主见，不想因为什么人就随意改变。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份执着，反而会使他们的仕途更加顺遂，追随他们的人更多，并愿意为他们所用。10. 王字脸型。颧骨横出而有棱角，额部方正有骨无肉，面型骨高，三骨齐露，额骨、颧骨、腮骨、鼻骨直，满面皮紧包骨。王字脸的人脸型宽阔，最大的特征就是颧骨突出。有此脸型的人聪慧过人，城府极深，喜于计谋计算，可谓计腾千人。其人工作能力虽强，但不善工作，多是被别人指挥，适应能力不强，朋友不多，交友不广，个性非常固执，非常自我，做事缺乏周详计划，理财不当，只顾眼前，无远见，一生波折较大，一年好，一年差，因此难做富贵之人，一生奔走劳苦。你是哪种脸型？命运又如何呢？脸型算命只是面相算命的一个分支，并不完全一定准确，仅供大家参考。如果想要准确了解自身命运，建议找专业风水师，结合八字、五行、名大家讲讲7种肩膀7种命，你属于哪一种？我们经常会说肩上的担子非常重，人的肩膀是人身上最有力的地方，在命理相学中也是人的主心骨。根据肩膀的形状和歪斜程度，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性格和做事的状态，从而也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命理运势。那么什么样的肩膀形状好呢？肩膀上的痣又代表着什么命运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肩膀右高左低。如果身体站直，右肩膀要高于左肩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和善，与人相处时也比较的和睦，凡事都是与人为善，不喜欢与他人闹矛盾。这种人很有思想，考虑也比较全面，做事非常的周到和细心，善于把握细节，所以不论做什么都能把事情做得特别好，生财能力比较强，非常的适合做生意。即使不能富甲一方，子女也比较的有出息，晚年坐等享福。2. 肩膀左高右低。如果身体站直，左肩膀看上去要明显高于右肩膀的话，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浮躁，很难踏实下心来去做事情，而且心性也比较的高傲，有着很强的优越感，总是感觉自己高人一等，而且对于权力的追求欲特别的强，不满足于现状，为了达到目的做事更是不择手段，所以人缘比较差。一旦得权后，容易滥用职权，与他人结下梁子。正所谓墙倒众人推，
一生容易大起大落，最终只能劳劳碌碌。3. 肩膀左右平衡，不论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左右平衡才好。肩膀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承担力和财运，左肩膀代表着财，右肩膀代表着禄。如果一个人的左右2个肩膀长得平衡齐整的话，这种人一般智商和情商都比较的好，而且头脑反应比较快，属于那种做事儿特别灵活的人，而且性格坚毅，敢于挑战自己，属于那种遇强则强的类型，善于利用自身和周围的优势，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与六亲之间的缘分较为深厚，能够坐享富贵，一生不缺钱花。4. 肩膀纤瘦且窄，肩膀如果长得纤细而窄瘦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的多疑，除了自己对他人都不信任，性格和脾气方面也是喜怒无常，变化不定，让人很难琢磨，非常的难相处。做事喜欢率性而为，缺乏冷静和理智的思考，而且考虑问题只顾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眼光和规划，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虽然也能够赚到一些钱，但赚的没有花的多，钱财总是左手进右手出，根本攒不住。尤其是中年以后，漏财严重，生活上容易遭遇经济危机。5. 肩膀宽阔饱满，相书中有云：身宽体厚，妇人也。身宽指的是肩膀较为宽厚饱满，这种肩相的人大多胸襟比较的开阔，为人处事方面有种超然的气度，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慷慨和大方，不喜欢斤斤计较，不拘小节，特别的容易赢得他人的好感和信赖，有着很强的领导气质，而且做事稳重大方，包容心强，能够结识到很多的贵人和人脉，要权得权，要财得财，一生富贵安康，有钱有势。6. 臂膀高耸，臂膀高耸的人通常性格积极主动，具有进取心，勇于承担责任，责任心很强，心胸宽广，有远见卓识，是个优秀的创业实践型工作者，财运较为平稳，行政财运居多，做事情通常不拘小节，容易在细节上出错，从而导致招来小人和口舌是非，太过力求完美，人事标准过高。7. 肩膀下垂，肩膀下垂的人通常比较严于律己，会听取别人的提议，为人处事随意，不顾着己见，易服从安排，属于较容易满足的类型，适合执行与操作类型的行业。同时，臂膀下垂的人依赖感强，做事情缺乏条理性，软弱怕事，对人对事方面缺乏判断能力，因为其性格缺点较为明显，通常会错失很多机会，从而导致财运不稳定。2. 肩膀上的痣代表什么？ 1. 肩膀头上有痣，长在肩膀头部的区域的痣是一颗畅达痣，有这颗痣的人无论男女，皆主做事顺遂，一生很少经历波折，子孙多福。2. 左右肩膀正中有痣，从传统相术学上来看，左右肩膀任重而坚固，右边极平和道远，左右肩膀正中有痣是一颗劳碌痣，代表着辛苦劳累，其人需要经过非常艰辛的努力才能够获得成功。3. 锁骨上有痣，假如在锁骨接近肩膀位置有痣，是一颗理财不佳痣，表示平时理财较差，不留意守好财库，导致晚年贫穷。凡是有此痣的男女朋友们都要谨慎你手中的钱财，尤其是要谨慎投资。女人锁骨长痣，不管是左右哪一侧，均表示其人宽宏大量，稳重且圆滑，心地善良且能够顾及全方面，比较容易相处。4. 肩胛骨有痣，肩部后面的肩胛骨上伸出双手向后，可以轻松摸到的位置有痣，是一颗田宅多进痣。有这种痣的人，无论男女，都有可以依靠的祖辈，房屋类不动产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最重要的是一生无忧无虑，逍遥自在。此外，肩胛骨有极致的人通常都善于与人沟通，很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和帮助，有桃花运，也容易因得到别人帮助而迈向成功。但如果是一颗恶痣的话，则代表其人的交际能力较差，光说不练，很难成功。除了上述部位的痣以外，不同形态的肩膀及上的痣也有不同的寓意。一、肩膀上有痣且肩膀耸高的人，在社会上容易惹人瞧不起，最后会遭受冷落。二、肩膀上有痣且右肩高的人，态度傲慢，会丧失信用。三、肩膀上有痣且左肩高的人，性情温顺，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四、肩膀上有痣且肩膀消瘦的人，形状不好的人，主体弱多病，居处不安定。五、肩膀上有痣且肩膀形状不好，像苗肩的人，虽然健康，但因人品下贱，且具有虚荣心，所以容易惹人厌恶。六、肩膀上有痣且肩膀宽阔的人，愿意承担责任，可享受得到成果，且肩膀愈宽，代表愈有能力承担。如果男士的肩膀平直之余更是又厚又阔，代表他既愿意承担，亦有能力承担，而且得到的收成自己更可以享受。七、男人肩膀上有痣且肩膀浑厚的，表示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即使在辛苦耕耘之后没有预想的收获，但是至少能够承受责任并享受成果。八、男人肩膀上有痣且斜肩的人，少责任心，缺少担当。九、肩膀上有痣且肩膀下垂的男性，子女缘淡薄，肩膀枯脊的人主短命。10、女人肩膀上有痣且是斜肩，表示此人一生平坦。女人肩膀稍微倾斜比平直好，因为女人阴柔，只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11、女人肩膀有痣且厚且圆润，表示付出有成果，也表示有依靠，比如老公物质上的供应和舒适安稳的生活。12、女人背后腰圆，而且肩膀窄有痣，表示这人在努力之后没有收获，在感情钱财上容易遇到阻滞。13、女人肩膀有痣且无肉者，露锁骨，背肌薄，辛苦的程度会加倍，属辛苦命。俗话说得好，肩膀生得好，不仅为人正直有责任感，不会推卸责任，并且付出之后更可享受到丰厚的收成，不会存在无福消受的惨况。但话又说回来，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你生得一副好肩膀，却不去努力奋斗，照样一无所获。好了，今天讲15种克夫女面相，丈夫孩子受伤严重。生活中你会发现，有的女人娶回家，家庭充满温馨欢乐，丈夫事业步步高升；有的女人娶回家，争吵不断，势同水火，夫家逐步衰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克夫女人。那么什么面相的女人是克夫面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鼻梁露骨。鼻梁露骨指的是鼻梁上的骨节特别突出，并且整个鼻子缺少肉感，导致鼻梁骨上的凸起骨节特别的明显，因此称为鼻梁露骨。拥有这种鼻相的女人一般性格都比较的怪异，有些喜怒无常，并且非常的霸道和自私，蛮不讲理，特别的难相处。这种鼻相的女人非常的克夫，更是会阻碍到丈夫在事业方面的发展。如果娶了这种女人做老婆的话，因为她可能会导致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事业越来越差，家中矛盾不断，一定不能娶。2、法令纹深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女人脸部胶原蛋白的流失也是会导致嘴角两侧的法令纹越来越明显。当然，法令纹不是年纪大的人所专有，有的女人年纪轻轻也有法令纹。法令纹代表了威严和控制欲，法令纹越深的女人掌控欲越强。如果女人年轻时候法令纹深长的话，这种女人一般个性比较的霸道和严肃，不苟言笑，表情比较的威严。
这种女人一般性情寡淡，看上去非常的严肃，缺乏生活情趣，喜欢发号施令，总想着去控制丈夫的行为，整天指使丈夫干这干那，从而会限制丈夫施展自己的空间，阻碍丈夫的事业发展，为典型的克夫坏老婆的面相，不能娶。3. 嘴角下垂。嘴角下垂的女人一般性格比较的内敛，但是内心却非常的尖酸和刻薄，并且说话也特别的难听。别看平时不吭声，但是心里什么都清楚，喜欢算计，并且心高气傲，总是喜欢嫌弃别人，并且非常的喜欢抱怨，为人特别的自私。如果给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的话，长此以往会对自己的自信心造成很大的打击，克夫严重，婚后生活非常的不开心。4. 颧骨高耸。面相中常讲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权者权也。颧骨代表了一个人的权力欲、操纵欲和占有欲。如果女人颧骨高耸的话，性格一般也比较的急，容易焦虑。这种女人一般对他人要求比较高，但是对自己的要求却比较的低，做事总是马马虎虎，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性格，说话非常的尖刻，不中听，不会考虑他人感受，并且性格刚直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和劝告，处事非常的霸道和强势，非常的难相处。5. 眼睛凹陷。眼睛为人心灵之窗，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做人做事的态度。如果一个女人的眼睛凹陷，眼神内藏的话，代表着姻缘较弱。这种女人一般城府较深，生性多疑，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喜欢深思熟虑，做事非常的仔细，性格沉稳冷静，观察力强，但是效率较低，喜欢隐藏自己，让别人看不透她真实的内心想法，并且警戒心极强，对他人缺乏信任，做事果断而绝情，婚姻感情容易出问题，为典型的克夫之相，离婚之相。6. 印堂中间有竖纹。两个眉毛中间的位置在面相中有称为印堂，如果印堂中间有一道明显的竖纹的话，这条纹在面相中称为悬针纹，也称斩子剑。这种面相的女人性格都非常的要强，从来不会服输，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有一些完美主义，凡事都要做到最好，性格刚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且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过失，所以婚姻比较坎坷，生活多不如意，克夫克子。7. 腮骨过宽。面相中有句俗语，沟鼻旁腮不可交，腮骨代表了一个人的坚持和意志力。如果女人腮骨过宽的话，大多性格非常的固执和顽固，个性非常的霸道，喜欢仗势欺人，并且性格多疑，除了自己不会信任他人，为人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为了利益容易出卖朋友，报复心极强，凡事喜欢亲力亲为，能吃苦，天生爱操心的命，亲情缘比较淡薄，家庭关系不好，容易离婚。8. 耳朵轮廓外翻。耳朵最外层称为耳轮，耳廓指的是耳轮下面突出的那一块软骨，耳廓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财运。如果一个女人的耳朵轮廓外翻明显的话，这种女人大多叛逆心比较重，不喜欢受到任何的约束，凡事都是我行我素，别人让她干什么，她们就会偏偏与你对着干，而且内心非常的不安分，总想着往外跑，玩乐心非常的重，家庭观念比较淡薄，缺乏责任感，花钱也是大手大脚，不知道节省，存钱非常的困难，常常会致使家中陷入到经济危机之中。9. 驼峰鼻。在面相中，若是女人长有驼峰鼻，则这样的女人为人心高气傲，性格难缠，总是看不起自己的伴侣，嫌弃自己的伴侣不能赚大钱，在事业上更是妻夺夫权，总是想着处处压制自己的伴侣，拖累在事业上的发展。娶这样的女人回家，在家里完全没有地位，苦日子难到头，在外受人嘲笑，在家受欺负。10. 鹰钩鼻。在面相中，所谓的鹰钩鼻，就是指鼻梁弯弯，鼻头有沟，像是老鹰的鼻子一样。一般有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势利眼，一切以利益为出发点，吃不得一点亏，为人非常的冷酷自私，为了利益可以出卖任何人，心机非常的重。只要是他们惦记上的利益，日后就会一定想方设法的得到，而且这样的人报复心非常的重，最好远离。11. 牙齿外露。
牙齿是一个人肾气之苗。通常来说，如果一个人嘴唇外翻突出，则是阳气过剩的现象。一旦女人拥有这种面相，那么她们的脾气大多都很暴躁，不管是对谁，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不会留情面。正因为这种性格，所以他们得罪了很多人，没人愿意跟他们相处，以至于以后在事业和生活上面遇到了困难，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导致一生都很不顺。这种女人唯恐天下不乱，跟他们结婚了是永远都感受不到幸福的，到头来还是惹得自己一身骚，让自己身体日渐不佳。12. 额高脖细。在相学当中，若是女人的额头长得过高，而且脖子偏细，则这样的女人自身的状态不好，没有好的眼光，能力不行，常常容易出现目光短浅之相。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脑子不够数，非常的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没有主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自己的伴侣说什么都是错误，增加不少的家庭矛盾，婚后发财的机会也比较的少。13. 面大鼻小。在相学当中，若是女人的面部长得满脸横肉比较多，但是鼻子过小，整个面相比例不佳，则一般情况下，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做事蛮横不讲理，脾气大，喜欢招惹是非，而且大多数这样的女人就算是结婚，也必定容易嫁给穷人或者是没有本事的男人，婚后的日子很难会过得比较顺利，注定天生就是辛苦相，一辈子都难以翻身。14. 三白眼。所谓的三白眼是指一个人的黑眼珠长得过小，而眼白看起来非常的多，以眼白的位置分为上三白眼、下三白眼或者是四白眼。女人长有此种面相，大多数都难以得到好的发展和运势，性格刁钻刻薄，招人嫌，总是会在各种方面招惹麻烦事儿，所以与这样的女人结婚少不了被嫌弃，整日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会发生矛盾。15. 抬头纹多。抬头纹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有的，如果一个女人年纪轻轻时抬头纹变得比较多的话，这种女人往往从小家庭环境不太好，容易吃很多苦头，早年运势比较坎坷，成长经历会有很多的苦难。由于这种经历，使得他们的性格也会变得非常的孤僻，脾气非常的犟，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然后给身边的人带来的很痛苦。以上就是克夫女的面相了，男人们在选择妻子的时候，可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